别人修仙是靠吸收天地灵气，而你修仙却是靠狗都嫌弃的药渣。但别人不知道的是，他们眼中的垃圾，在你眼里却是救命药物。一切只因你刚加入宗门就被大人物盯上贬为了药奴，在药园里面濒临生死，却意外觉醒了暴击升级系统，可以将任何东西的价值暴击升级，哪怕是狗都嫌弃的药渣系统也能暴击生成极品丹药。此时沉重的脚步声踩着碎木板走进来，哟，还没断气呢。赵明的声音从你头顶传来，带着一股让人恶心的得意。你没抬头，你把右手往身下又压了压，死死护住鞋底那个被破布裹了3层的硬块，那是你最后一枚下品气血丹。你在药奴房干了3个月的苦力，挨了上百顿毒打，受尽了所有侮辱，才拼了命从药渣堆里扒拉出这么一枚品质最差的丹药。只要吃下去，你的伤就能好大半。只要伤好了，你就还有机会。把它翻过来。赵明吩咐，2个手下上前，一个抓头发，一个拽胳膊，硬生生把你翻了个面。脱臼的左臂被扯动，你闷哼一声，额头青筋暴起。赵明蹲下来，拍了拍你的脸，笑得很开心。我听说你这几天走路姿势不对，保护着右脚藏了什么好东西？你心里猛地一沉，赵明没给你反应的机会，一把扯下你的鞋，破布散开，那枚灰扑扑的下品气血丹滚落在地。就这？赵明捏起丹药在指尖转了转，下品气血丹，连我喂狗都嫌差。他说着，真的把丹药扔向了身后那条通体漆黑的灵犬。灵犬张嘴接住，嚼了2下，吞了。你的瞳孔猛地缩紧，那是你的希望，你最后的、唯一的拿命换来的东西，被一条狗吃了。看见没有？赵明站起来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你。你辛辛苦苦攒的救命丹，连我的狗都看不上。林野，你现在连狗都不如，知道吗？2个手下在旁边放声大笑。赵明笑够了，转身往外走，到门口时停了一下，头也没回。对了，肖长老说了，你这种没用的人，活着浪费粮食。明天之前，你要是还没断气，我会安排人帮你一把。脚步声远去，柴房重新安静下来，只剩下风从破门灌进来的声音。你躺在稻草里一动不动，眼睛是干的，不是因为坚强，是因为身体脱水太久，连眼泪都挤不出来了。3个月前你还是苍兰宗外门弟子，淬体5重，然后萧长老的孙子看上了你的祖传玉佩，你没给，第2天就被扣上偷盗宗门灵药的罪名，当众废除修为，贬为药奴，没人替你说话，一个也没有。你的眼神开始涣散，意识在一点点抽离，完了，真的要倒在这了。就在你意识即将彻底消散的瞬间，脑海里突然炸开一道金光，丁检测到宿主生命体征因0归0，万倍暴击升级系统紧急绑定中，绑定成功发放新手礼包，解锁10倍暴击权限，祝宿主可对任何物品发动质量暴击或数量暴击，当前倍率上限10倍。你的眼珠动了一下，你以为是幻觉，但那道金光带来的信息太清晰了，一字一句全都刻在你脑子里。暴击系统，你连呼吸都困难，根本没工夫细想。你唯一知道的是，你需要丹药，现在，马上，立刻。你的目光在柴房里疯狂扫视，然后你看到了墙角，赵明那条灵犬刚才嫌丹药味道太差，临走前在墙角吐出了一小坨药渣，灰色的、湿漉漉的、混着口水的废弃药渣。你盯着那坨东西，眼睛里慢慢亮起了光。你用仅剩的右手撑着地面，一寸一寸的爬过去，受损的筋骨磨着脏腑，每挪动一下都像被人用烧红的铁条捅进胸口。3米的距离，你爬了足足半炷香，指尖触碰到药渣的瞬间，脑海中的系统再次亮起，检测到可暴击目标废弃药渣，品质无，是否发动10倍质量暴击？你没有丝毫犹豫，发动。金光从你指尖炸开，整个柴房被照得如同白昼。那坨湿漉漉的废弃药渣在金光中剧烈颤动，表面的杂质和口水被一层层剥离，内部残余的药力开始疯狂凝聚、压缩、蜕变。3息之后，金光散去，你的手心里静静躺着一枚散发着温润白光的圆润丹药。恭喜宿主10倍质量暴击成功，废弃药渣极品生骨丹，品质极品，功效重塑肉身、修复经脉、淬炼骨骼。极品生骨丹，你在药奴房干了3个月的苦力，见过上千种丹药的药渣，你太清楚这4个字意味着什么了。这种丹药在苍兰宗长老级别才有资格服用。你没再多看一眼，直接塞进了嘴里。丹药入腹的瞬间，一股恐怖的热流从丹田炸开，冲向4肢百骸，受损的筋骨在咔咔声中重新结合，脱臼的左臂自己归位，后背的伤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。更惊人的是，你的体表开始渗出大量黑色的粘稠液体，那是你体内积存了18年的杂质和暗伤。庞大的药力如同一头暴龙在你经脉里横冲直撞，那些被强行封锁的修为通道，此刻正在被一条一条的冲开。一重修为直接回到淬体1重，而且这个1重根基之扎实，气血之浑厚，比你当初巅峰时期的淬体5重还要强上几分。你慢慢站起来，你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骨节分明，每一根手指都充满了力量。你活过来了，不止活过来了，你拥有了一个叫做万倍暴击升级系统的东西。狗吐出来的药渣都能变成极品丹药，那如果是一枚完整的丹药，一把武器呢？一门功法呢？你的呼吸开始急促，不是因为恐惧，是因为兴奋。你走到水缸前，用冷水把全身的黑色杂质冲洗干净，换上了一件勉强能穿的粗布衣衫。从镜里映出一张棱角分明的年轻面孔，眼神冷得像刀。赵明，你轻声念出这个名字，语气平淡的像在念一个已经不在的人。你定下了一条规矩，以后能用资源压制对手的，绝不跟人比划。门外突然传来脚步声，一个人，步子很重，走得很急。柴房门口出现一个5大3粗的身影，是赵明身边的手下之一，手里提着一把带着污痕的剔骨刀。那家伙咧嘴一笑，露出满口黄牙。赵哥说了，怕你断气太慢，让我帮你一把。他的目光落在你身上，笑容僵住了。这个半个时辰前还奄奄一息的上不了台面的，怎么站起来了？而且那个眼神，你抬起手，活动了一下手腕，关节发出清脆的响声。那手下的反应不算慢，愣了不到1息就举刀劈了下来。剔骨刀带着风声直奔你的脑门，刀砍在肩膀上，你没有躲，淬体1重的肉身硬挨了这一下，皮肉绽开一道浅浅的白痕，连液体都没溢出。那手下的瞳孔猛缩，话没说完，你的右手已经掐住了他的脖子，五指收拢，咔嚓，就像捏碎一根枯树枝。那手下的眼珠向外突出，双脚蹬了2下，彻底没了声息。你把尸体往旁边一丢，低头看了看肩膀上那道白痕，已经在
在愈合了。你蹲下来，熟练地翻了翻尸体的口袋，3块下品灵石，一把炖了口的柴刀，半块啃了一半的干粮，穷得叮当响。你把3块灵石揣好，目光扫了一遍这间破烂柴房，角落里有一摞发黄的纸页，是你之前练功时用的手抄功法蟒牛拳。这玩意儿在苍兰宗算是最烂的入门功法，但它有一个好处，简单，上手快，适合拿来测试系统。你拾起手抄本翻了翻，起手式就是一个直拳。你站定，深吸一口气，对着空气打出了第一拳，拳风带起来的气流吹动了面前的灰尘，仅此而已。脑海中系统提示亮起，蟒牛拳熟练度加1，紧接着金光一闪，触发10倍暴击，实际获得熟练度10。你愣了一下，原本需要打几百拳才能达到的入门级别，一拳就完成了1/10。你又打了一拳，熟练度加1，触发10倍暴击，实际获得10。再一拳，熟练度加1，触发10倍暴击，实际获得10。暴击率并非100%，但触发频率高的离谱。你的眼睛亮了，开始心无旁骛的挥拳。柴房里拳风呼啸，你的动作从一开始的生硬笨拙，以一种不可思议的速度变得流畅、凌厉、精准。每一次暴击都像是有人把几十次实战经验硬塞进你的肌肉记忆里。此时，熟练度突破小成，丑时突破大成，寅时你收拳站定，脑海中传来一声清脆的系统提示：因蟒牛拳熟练度已满突破至大圆满，注此为蟒牛拳创立以来首次达到大圆满境界功法，品质被动提升半阶。你缓缓抬起右拳，自然而然地打出了一拳，轰！柴房正对面的整面土墙炸开，碎石泥块飞出10几米远，拳风穿过墙壁后依然没有消散，在院子里卷起了一阵旋风，隐隐有低沉的雷鸣之声从拳头上传出。大圆满的蟒牛拳这个境界，苍兰宗从上到下几千号弟子没有任何一个人达到过，但在系统的暴击加持下，你用了一个晚上。更让你惊喜的是，大圆满的功法在突破的瞬间产生了恐怖的反哺效，纯粹的功法之力灌入经脉，冲开了一个又一个穴窍。淬体2重、3重、4重，你感受着体内翻涌的力量，攥紧拳头又松开，但你没有得意忘形，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拳头，又看了看墙上的洞，摇了摇头，拳头打人太慢了，一拳解决一个没问题，但如果对面站着10个人呢？赵明那种人从来不会一个人来。你走到那手下的尸体旁，捡起那把炖了口的柴刀掂了掂，太轻了，当武器用完全不合格。你翻遍了整个柴房，也找不到任何趁手的东西。你把3块灵石捏在手心，盘腿坐下，开始计划下一步。你需要武器，需要更多的灵石，需要在赵明反应过来之前积攒足够的资本。窗外天色微亮，你正准备起身出门去搞装备，院子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暴喝：混账，敢动我的人！赵明的声音。你走到被你一拳打穿的墙壁缺口前，往外看了一眼，院子外面站着10几个人，个个手持兵刃，清一色的外门弟子服饰。赵明站在最前面，满脸横肉凝在一起，眼睛通红的瞪着柴房的方向。旁边有人向赵明禀报：赵哥，老三的尸体在里面，生机断绝。赵明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，把他给我围住一只苍蝇都别放出来，今天我要把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人剁碎了喂狗。10几个人把柴房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你靠在墙边，低头数了数手里的3块灵石，不够暴击的。你抬头看了看外面那10几号人，眼神平静，心里只有一个想法：先打完这场，再去搞钱。赵明叉着腰站在院子中央，身后站着14个淬体2重到3重的打手。林野，赵明拔出腰间的金刚长刀，我给你一个体面的死法，自己滚出来，跪下磕3个响头，我一刀给你个痛快。柴房里没动静，赵明不耐烦了，刚要下令冲进去，门开了，你推门走了出来，步子不快不慢，脊背挺得很直，10几把刀对准了你。你扫了一眼这些人，皱了皱眉，你开口了，第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：你们太穷了。赵明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们穷。你又看了看那些打手手里的武器，这些全是最低等的反铁刀，一把最多值半块灵石，你们10几个人身上的家当加一起，估计还不到20块灵石，不值得我动手。死寂。然后赵明的脸涨成了猪肝色，他感受到了你身上那股沉稳浑厚的气血波动，瞳孔猛缩。淬体4重，你怎么可能恢复修为？但下一秒他就把震惊压了下去。淬体4重而已，10几个人一拥而上，照样能把他制服。给我上解决他！赵明一声令下，人群杀了过来，但他自己没动，拎着金刚长刀站在最后面。冲在最前面的是2个淬体3重的打手，一左一右，一个劈头，一个斩腰。你向前踏了一步，大圆满蟒牛拳，你只打了一拳，这一拳没有对准任何人，而是打在了2把刀之间的空气里。轰！拳风炸开的瞬间，2个淬体3重的打手如同被一辆马车正面撞飞，身体凌空倒飞出去，重重砸在院墙上，口中溢出液体，当场昏死。后面冲上来的人齐齐刹住了脚步，他们亲眼看到了你的一拳轰出了明黄色的气血光晕，拳风卷起的气浪掀翻了院子里所有能掀翻的东西，这简直是淬体4重，淬体巅峰都打不出这种拳吧？惬意在人群中蔓延。赵明急了，咬牙冲了上来，金刚长刀高举过头，灌注了全身气血，一刀劈下，这是他淬体3重巅峰的全力一击。你抬起右拳，正面迎上了刀锋，咔嚓咔嚓咔嚓，金刚铸就的长刀在你大圆满蟒牛拳面前脆得像饼干，寸寸碎裂，直接炸成了一堆铁片。赵明的眼珠子差点从眼眶里蹦出来，你的拳头穿过碎裂的铁片，没有减速，直挺挺的倒进了赵明的胸口。砰！赵明的胸膛向内凹陷，筋骨碎裂声密集的像放鞭炮，大圆满拳劲透体而入，在他体内炸开，五脏六腑瞬间被震得不成样子。你抽回拳头，赵明的尸体直挺挺的向后倒下去，砸在地上，扬起一片灰尘，全场死寂。剩下的12个打手看着赵明的尸体，腿肚子开始打颤，扑通一声，第一个人跪了下来，大哥饶命！紧接着噼里啪啦跪了一片，有人磕头磕得砰砰响，有人吓得状态失控。你站在原地低头看着这些人，你想起了3个月前被废修为的那天，赵明就是带着这帮人把你从丹房拖出来，按在地上一边的抽。当时也有很多人在看，也没有人出来帮你说一句话，你们都看着对吧？你声音很轻，没人敢回答。你走上前，一拳一个，干脆利落，没有多余的动作。院子重新安静下来的时候，地上多了12具尸体，加上赵明和先前昏死的2个，一共15个。你蹲下来，开始翻口袋，最终的收获10块下品灵石，2瓶劣质金疮药，10几把不值钱的反铁刀。你把灵石攥在手里，10块。你默念数量暴击，是否
否对10枚下品灵石发动10倍数量暴击？发动，金光炸开。当光芒散去的时候，你的面前堆着一座小山，100块下品灵石在晨光中闪闪发亮。你深吸一口气，把灵石一把一把地塞进口袋里，还不够，远远不够。你想起了金疮药，2瓶劣质金疮药在手里晃了晃，你试探性的发动了质量暴击。是否对劣质金疮药发动10倍质量暴击？发动，金光一闪，瓶子里的药膏变成了一把银白色的粉末，暴击成功。劣质金疮药极品化尸粉，你嘴角抽了一下，金疮药暴击出化尸粉，这系统多少沾点黑色幽默，但正好用得上。你把化尸粉均匀的撒在尸体上，银白色粉末接触到尸身，发出轻微的嘶嘶声，不到半盏茶的功夫，15具尸体连同痕迹全部化为一滩透明的水渍，很快就被泥土吸干，干净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正准备收拾东西走人，你的目光突然落在照明消融的位置，水渍中央有一块东西没有被化尸粉融化，带着暗红色的微光。你捡起来，是一块玉佩，巴掌大小，质地温润，表面刻着一个古篆体的萧字，玉佩内部有一道残留的神识印记，此刻正在微弱的闪烁。然后玉佩里传出了一个阴冷的声音，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都透着内门长老级别的威压。赵明，那个没用的人处理了没有？2天了，怎么还没回话？再不回话，我亲自来。声音消散，你捏着玉佩，指节发白。萧长老，这就是赵明背后的靠山，也是当初亲手废掉你修为的那位内门长老。来吧，你把玉佩揣进怀里，提起装满灵石的口袋，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院子。你需要更多的钱，更强的武器。在萧长老找上门之前，你走出院子不到200步就停了下来。你低头看了看怀里那块刻着萧字的玉佩，能感觉到里面残存的神识印记。这东西就是个定位器，带在身上，萧长老随时能锁定你的位置。你没有犹豫，把玉佩丢在地上，一脚踩了下去，咔嚓，玉碎声清脆。你抬脚，头也不回地往宗门后山方向走去。苍兰宗后山10里外有一条废弃的矿道，矿道尽头连着一片地下溶洞，常年潮湿阴暗，这就是附近修士口中的鬼市。没有规矩，只有一个默契。进了鬼市，不问来路，银货两讫。你找了个角落，用泥巴在脸上抹了2把，扣了顶破斗笠，走了进去。溶洞比你想象的大得多，摆来的摊位沿着洞壁排开，你一路走一路看，目光在每个摊位上快速扫过。你要找武器，能远程攻击的那种。拳头打人虽然爽，但萧长老要真带人来，你需要能一次覆盖大面积的杀伤手段。走到溶洞中段，一个精致的摊位引起了你的注意。摊位上铺着黑丝绒布，只摆了3件东西：一把玄阶飞刀，一柄短剑，一枚不知名的符箓。玄阶飞刀多少钱？摊主是个留着山羊胡的中年人，伸出一根手指，1000下品灵石。你站起来，转身就走。1000块，你兜里一共100块。穷就是穷，认清现实才能活得久。你继续往前走，越走越偏。溶洞最深处的角落里，一个瘦得跟竹竿似的老头蹲在一堆破烂前面打瞌睡，他面前堆着10几把生锈的兵器。你的目光在那堆破烂上扫了一圈，停住了。一把剑，说是剑，其实更像一根铁条，剑身锈迹斑斑，剑柄的缠绳已经烂了大半。你拿起来掂了掂，出乎意料的沉。这把多少？瘦老头被惊醒，擦了擦口水，那破玩意儿，10块灵石拿走，5块、8块、5块，多1块我就去隔壁买。瘦老头看了看隔壁那个空荡荡的位置，嘴角抽了一下，行行行，5块5块。你掏出5块灵石拍在麻布上。瘦老头收了灵石，突然像想起了什么，从脚边摸出一个脏布包塞进你手里，搭一个，送你了，再不送出去我怕晦气。你打开布包看了一眼，里面是一颗灰扑扑的圆球，鸡蛋大小，表面附着一层灰壳，看起来像是风干了的泥丸。这什么？不知道。瘦老头一脸嫌弃，有人说是妖兽内丹，我找了3个鉴定师都说是石头，你拿去当弹弓子玩吧。旁边路过的一个年轻散修听见了，忍不住笑出了声。嚯，5块灵石买一堆废铁和石头，这哥们出门没看黄历吧？你没理他们，你把灰泥弹攥在手心，指腹刚碰到那层灰壳，脑海中系统猛地亮起，光芒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刺眼。警告：检测到天地奇物碎片，鉴定中，鉴定完成。物品名称：上古吞天兽内丹碎片，已衰败，品质无法定级。说明：吞天兽为上古凶兽，可吞噬万物化为己用，此为其内丹碎片，虽已衰败，但仍残存微量吞天法则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吞天法则与万倍暴击升级系统高度契合，是否吸收此碎片以解锁更高暴击权限？你攥着那颗灰扑扑的石头，手指一紧，5块灵石，你花5块灵石买了一把破剑，白送了一颗上古凶兽的内丹碎片。吸收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光芒，灰壳碎裂的瞬间，一股极其古老蛮荒的气息从你掌心钻入经脉。3吸之后，系统面板刷新，叮，吞天法则碎片吸收完毕，暴击权限升级10倍、100倍。当前可用暴击类型：质量暴击上限100倍，数量暴击上限100倍。你低头看着手心里残留的灰色粉末，再看了看那把锈迹斑斑的反铁剑，100倍。那个嘲笑你的年轻散修还没走远，你没有看他，把破铁剑往肩上一扛，转身走了。你现在需要一间密室，鬼市外围有一家客栈，你花了20块灵石租了一间带隔音阵法的地下密室，关上石门后，把破铁剑横放在面前的石台上，你伸出手按在剑身上，质量暴击，金光亮了一瞬，然后嗡的一声闷响，剑身剧烈颤抖，表面的铁锈剥落了一些，但紧接着出现了一条裂纹，质量暴击失败，原因目标材质反铁，无法承载100倍品质跃迁，强行暴击将导致目标崩溃，建议改用数量暴击。你盯着那条裂纹看了2秒，反铁就是反铁，底子太差，硬拔不起来，但数量暴击就不一样了，一把剑变100把剑，100把金铁剑同时砸向一个人的头，数量暴击，金光从你掌心炸开，整间密室瞬间被刺目的白光吞没，光芒褪去，你睁开眼，第一反应是没地方站了，整间密室被剑塞满了，100把寒光闪闪的金刚剑横七竖八的堆在密室里，每一把的剑身都干干净净，没有锈迹。你从剑堆里拔出一把，用拇指在刃口上轻轻一抹，指腹传来一阵冰凉的刺痛，一道细细的伤痕渗了出来。削铁如泥谈不上，削人绰绰有余，但一把剑砍一个人，效率还不如你的大圆满莽牛拳。那100把呢？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瞬间，你的脑子里闪过一个极其粗暴、极其土但极其有效的画面：把100把剑捆成一坨，往人堆里扔，天蚕丝一断，剑四面八方飞射，活体破片。你把100把剑收进刚买的劣质储物袋，推开石门走了出去。你找到一个卖天蚕丝的摊位，买了30捆，
回到密室后，你开始干活，你把100把金刚剑以剑尖朝外的方式排列，用天蚕丝一层一层缠紧，最终形成一个直径约2尺的球体，剑柄朝内挤在一起，剑刃向四面八方刺出来，看上去像一颗长满了铁刺的巨型荆棘果，丑陋粗暴，毫无美感。你掂了掂，重，但在淬体四重的臂力下完全可以单手投掷。需要实测，后半夜，你扛着剑球从矿道侧面的裂缝钻了出去，找到了一片荒无人烟的碎石谷，谷中央立着一块10米高的花岗岩巨石。你站在30步开外，右手托着剑球，深吸一口气，用淬体四重的全力掷了出去。砰！剑球正面撞上巨石，天蚕丝在接触的刹那寸寸崩断，100把金刚剑如同被点燃的烟花，以撞击点为圆心，向所有方向无差别弹射，吃，破空生密的连成了一片。巨石上瞬间炸开上百个孔洞，碎石飞溅，烟尘冲天。那块承受了1000年风雨的花岗岩从中间断裂，轰然倒塌，碎成了满地残渣。你站在原地，看着那片被犁了一遍的碎石地，沉默了2息，然后你弯腰开始拔剑。100把剑里断了7把，崩了口的12把，剩下81把完好无损，还能再用，回收率81%，可以接受。反正你有100倍数量暴击，造价约等于0。你把剑收好，连夜返回鬼市。接下来的2个时辰，你像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，先用10块零食买了5把最便宜的废铁剑，数量暴击成500把，挑出品质最好的100把，绑成新的剑球，再以3块零食1瓶的价格买了2瓶最低等的气血丹，质量暴击成2瓶极品气血丹。极品气血丹在黑市的行价是1粒50块零食，2瓶20粒，价值1000块。你没有卖，留着自己用，剩余的零食全部数量暴击，50几块变5000多块，挑出品相最好的2000块塞进储物袋。天蒙蒙亮的时候，你的储物袋鼓鼓囊囊，里面装着5个剑球、20粒极品气血丹、2000块零食以及够用半年的天蚕丝。你从鬼市走出来，远处苍兰宗的方向突然传来一声悠长的钟鸣，1声、2声、3声，连续9响。你脚步一顿，9声钟鸣在苍兰宗只有一个意思：外门大比。3个月前你被废修为贬为药奴，连参赛资格都没有，但现在你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拳头，又摸了摸储物袋里那几个沉甸甸的剑球，淬体4重、大圆满蟒牛拳、5个百剑破片球、20粒极品气血丹。你转身朝苍兰宗的方向大步走去。演武场在宗门中央，你到的时候，场地里已经黑压压站满了人，没有人注意到你，一个3个月前被废掉修为的药奴，谁会注意？你默默走到最外围的角落站定，你的目光越过人头，看向演武场正前方的高台，高台上坐着5位长老，最右边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个面容枯瘦、双眼狭长的老者，萧万山，内门长老，林海境中期，就是这个人，亲手废了你的修为，把你扔进了药奴房。此刻，萧万山的目光正好扫过来，你们的视线在空气中撞了一下，萧万山的手停了，那双狭长的眼睛微微眯起，里面没有意外，只有一种看到蝼蚁还没死透时的厌烦。他偏过头，对旁边的裁判长老说了句什么，然后萧万山转回来，隔着整个演武场对你做了一个手势，右手横在脖子前，缓缓划过，一个威胁的手势。你收回目光，面无表情地摸了摸腰间的储物袋，5个剑球够用了。裁判长老走到台前，手里端着一个签头，往空中一抛，400多根玉签飞出来，在空中两碰撞，投射出一组组对阵名单。第17组的时候，你等到了，2根玉签在空中猛地撞在一起，爆出了一圈刺目的红光，这是高危对局的警示色，意味着双方实力差距悬殊。虚空中浮现出2个名字，左边林野，右边涂雷。你周围瞬间安静了，然后那片安静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。涂雷，外门排名第3，淬体6重，绰号碎骨手。这个人上一届大比中把3个对手活活打成了残废。这前人群中有人咽了口唾沫，一个被废了修为的药奴对上涂雷，还用问？你看萧长老的表情就知道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转向高台，萧万山端坐在椅子上，嘴角挂着一丝弧度，那表情像一个人踩死蟑螂之前给了他3秒钟爬的时间。擂台上，一个影子跳了上去，轰！涂雷2米出头的身高，肩膀宽的能把擂台遮掉1/4，他右手提着一柄黑铁巨斧，斧头比他的脑袋还大。林野就是那个被萧长老废了修为的无耻之徒，他把巨斧往擂台上一剁，斧刃嵌入石板半尺深。小子，长老发了话，今天我不改时间，会一根一根捏碎你的骨头。全场没人替你说话，你踩上了擂台的石阶，一步一步走上去，站定在涂雷的对面。你只是摸了摸腰间的储物袋。高台上，萧万山停下了转佛珠的手，老人狭长的双眼微微眯起，右手在袖中捏了一个法诀。下一刻，一股肉眼看不见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压力从高台上倾泻而下，精准地锁定了你。林海境中期的完整威压，这股压力不是要震伤你，而是要撬开你的经脉，提前瓦解你体内刚恢复的气血根基。威压落在你身上的瞬间，你的身体微微一僵，你没跪，你动了，你的手伸进了储物袋。所有人以为你要掏武器，你掏出来的是一个瓷瓶，拔掉瓶塞，往嘴里一倒，5粒丹药，极品气血丹，5粒同时入腹，滚烫的药力在你体内炸开，像是往干涸的河道里灌进了一整条江，一股从体内向外扩张的力量，以你为中心，狠狠向四周冲了出去。砰！萧万山的威压如同一面玻璃墙，被这股暴涨的气血撞了个粉碎。你站在原地，面色如常，嚼了嚼嘴里最后一点丹药残渣，像在吃炒豆子。高台上，萧万山的佛珠停了，他的脸色第一次变了。一个被他亲手废掉修为的蝼蚁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品质的丹药？裁判长老收到了萧万山的暗示，立刻开口：比赛开始，生死勿论。涂雷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他拔起巨斧，双臂暴涨一圈，淬体6重的全部力量灌入斧身，气血在他身后凝成一头虚幻的蛮牛，连同他的巨斧一起撞了过来。死！巨斧劈下，撕裂了空气，沉闷的音爆声在擂台上炸开，距离你的头顶只剩半米。你没有退，你侧身，动作不大，身体往左偏了不到1尺，巨斧擦着你的右肩砸进了石板，轰的一声闷响，擂台裂开一道3米长的裂缝，碎石渣崩了你一身。涂雷眼珠子瞪圆了，不是因为没砍中，是因为你在他全力劈下的气浪中纹丝不动。他刚吐出一个字，你动了，右手拍在储物袋上，一个2尺见方、长满了铁刺的球体从储物袋中飞出，被你单手托在掌心。天蚕丝捆扎的百剑球，100把金刚剑以剑尖朝外的方式挤成一团，在晨光下闪着密密麻麻的寒芒。涂雷根本不认识这个东西，本能的反应是挥斧格挡，来不及了。你出手的
时机卡得太精准，你等到涂雷把斧头劈进石板，双手还没来得及拔出来的那个间隙，推了出去，不是扔，是推。毽球脱手的速度甚至没有产生弧线，而是走了一条笔直的直线，径直撞在了涂雷2米高的身体正面，天蚕丝崩断，声音很轻，啪的一下，像弹断一根琴弦，然后所有声音都消失了。100把金刚剑同时弹射爆开，零距离无死角，覆盖了涂雷2米高、1米宽的整个身体，吃，破空声密到了无法分辨，汇成了一道持续的尖锐的金属嘶鸣，一片狼藉。涂雷的身体在一瞬间被无数道银光贯穿，像一张被捅了上百个窟窿的纸人。他没有惨叫，因为他的喉咙在第一时间就被6把剑同时重创了。整个过程持续了不到半息，涂雷的身体没有倒下，因为他被100把剑死死压制在了原地，像一座剑做的坟。演武场安静了整整5息，一招就一招，涂雷败了。外门第3的涂雷，那坨铁球是什么东西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演武场炸了锅。高台上，萧万山的脸色终于不再是那种高高在上的从容了，他的眼皮在跳，数字感耳，他的声音盖过了全场的嘈杂。林海境中期的修为在他开口的瞬间不加掩饰的释放出来，他抬起右掌，一道灰白色的掌影从高台上探出，穿过20丈的距离，带着碾碎一切的气势，拍向擂台上的你。一个内门长老在数千人面前对一个外门弟子出手，你抬头看着那只巨大的掌影，脸上没有恐惧，你又伸手进了储物袋。这一次你掏出来的不是剑球，也不是瓷瓶，是一个桶，木桶，桶里装满了极品气血丹。你100倍数量暴击出来的20粒，又暴击了一轮，现在桶里差不多有2000粒。你把桶口对准自己的嘴，仰头往下倒，丹药像黄豆一样哗哗的涌进你的嘴里，来不及嚼就连着唾液往下咽，1粒、10粒、30粒、100粒，药力在你体内炸了，不是之前5粒的那种炸，是核爆。你全身的皮肤瞬间涨成赤红，滚烫的气血从你的毛孔中蒸腾而出，化作肉眼可见的血色蒸汽，蒸汽在你背后开始凝聚、旋转、成型，一条龙，一条赤红色的血龙虚影，龙身盘旋，龙首昂起，2只龙眼散发着猩红的光芒。你右拳轰出，大圆满蟒牛拳，气血化龙的拳头和林海境中期的掌影在半空中对上，轰！冲击波以接触点为圆心向所有方向扩散，擂台上的裂缝瞬间扩大了10倍，台面整块碎裂，掌影碎了，不是被硬架住，而是直接被轰碎了。余波的尾巴扫过高台，萧万山右手收回，低头一看，下巴上的一撮花白胡须被拳风削断，正顺着衣襟无声飘落。老人的瞳孔猛缩，全场死寂到了极点，所有人都看到一个淬体境的外门弟子磕了一桶不知道什么药，硬接了林海境长老的一掌，不是勉强挡住，是把掌影打碎了，还削了长老的胡子。天空中传来一声低沉的龙吟，一道金色的流光从苍蓝宗主峰的方向破空而来，落在演武场正中央。金芒散去，一个穿着灰色道袍的中年男人站在碎裂的擂台旁边。苍蓝宗宗主陆青山、袁英静，在场所有长老同时站起来，躬身行礼。宗主。陆青山扫了一眼碎成渣的擂台，又看了看萧万山被削掉胡子的下巴，最后目光落在你身上，你浑身赤红，血龙虚影还在背后盘旋，手里攥着半个空木桶。陆青山盯着那个木桶看了3息，然后他开口了：外门弟子林野，天赋异禀，战力超凡，破格晋升内门，即日起入内门修行，不受任何人辖制。顿了顿，他又补了一句，目光从萧万山身上扫过，任何人。萧万山的脸色灰败到了极点，但他一个字都没敢说。陆青山转身走了，你吐掉嘴里最后一点丹药渣子，从碎裂的擂台上一跃下来，你走过人群，人群自动分开，让出一条路来，眼神不再是看死人，而是看怪物。你的目光在走出人群的时候，和一个人撞上了。人群最后方，一棵古槐树下站着一个女人，白衣如雪，长发垂腰，面容清冷。苏清雪，圣地神女，具气境巅峰。此刻，她的目光没有看你的脸，也没有看你背后那条正在消散的血龙虚影，她盯着的是你手里那半个空木桶，还有木桶底部残留的那些金色丹药碎屑。她的嘴唇微微张了张，说了一句没有声音的话，但你看懂了口型，全是极品丹药。你扛着半截木桶从她面前走过，没有回答，也没有停留。苏清雪看着你的背影，眉头第一次蹙起，清冷的眼底浮出一丝极淡的不曾有过的情绪，不是惊讶，是饥渴。内门在苍蓝宗的北面，你没分到7座灵峰中的任何一座，带你登记的执事弟子一路把你领到内门最北，指着前方一座光秃秃的石头山，就是这枯岩峰。山上没有树，没有草，山腰处歪歪斜斜立着2间石屋，屋顶的瓦片缺了大半，整座山灵气稀薄，比外门还低。执事弟子的表情多少有点尴尬。萧长老说，内门洞府紧张，暂时只能安排这里。行了，你打断他，迈步走了上去。石屋里的情况比外面看起来更惨，一张缺了条腿的石床，一个落满灰的蒲团。你把储物袋往石床上一扔，走到门口看了看四周，枯岩峰虽然荒废，但位置偏僻，三面峭壁，视野开阔，任何人靠近都能提前发现。萧万山把你扔到这儿，本意是羞辱加折磨，但你看到的是另一个东西，天然的防御地形，灵气。你感受了一下四周稀薄到几乎没有的天地灵气，嘴角往上扯了一下。你的暴击系统吃的是丹药，用的是气血，什么时候需要过天地灵气？萧万山费尽心机安排的这座坟场，对你来说跟住总统套房没有任何区别。你回屋，从储物袋里掏出气血丹，嚼了2粒，盘腿坐在蒲团上，开始消化体内残余的药力。2个时辰后，石屋外响起了脚步声，很轻，脚步声在门口停住了，一股寒意从门外渗了进来，不是杀气，是真正的物理意义上的寒冷。你睁开眼，门口站着一个白衣女人，苏清雪，她居然直接找上门了。你没有起身，坐在蒲团上，仰头看着门口那张没有表情的脸。有事。苏清雪没有进来，目光快速扫过石屋内的破烂陈设，最后落在你手边的储物袋上。你的丹药从哪来的？开门见山，你打量了她2秒，近距离看，这女人比远处看更冷，不是性格冷，是身体冷。她裸露在外的手背上有一层极淡的霜痕，寒毒。她在药典上读过，这种症状是体内蓄积了某种极寒之毒，唯一的压制办法就是大量摄入高品质的气血丹药。所以她盯上了你的极品气血丹，不是好奇，是刚需。你想买？你问。苏清雪从袖中取出一个玉瓶，放在门槛上，地阶中品玄冰丹，市价3000灵石，换你10粒气血丹的配方，出价不低。但她搞错了一件事，你的极品气血丹是用3块钱的垃圾货暴击出来的，没有配方。你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弯腰捡起那
那个玉瓶，拔开瓶塞看了一眼，又塞回去，放回门槛上，不换。你转身走回屋里，从储物袋中随手抓了一把极品气血丹，金黄色的丹药在你掌心堆得冒尖。这时候，石屋外面的枯树之上落了一只灰鹤，你走到窗口，把那一把极品气血丹全撒了出去。灰鹤愣了一瞬，低头去啄，一粒极品气血丹50块零食，灰鹤啄一口就是50块。你拍了拍手上的药粉，回头看向门口的苏清雪，你那瓶丹药自己留着吃吧。苏清雪站在门口，看着那只吃极品丹药吃到打嗝的灰鹤，面上的清冷出现了一道裂缝，眼皮跳了2下，他收回玉瓶，转身离开了。走出3步之后，他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。风把他的声音送了回来，很轻，我会再来。白影消失在山梁尽头，你关上那半扇门，坐回蒲团上。与此同时，内门东侧，青玉峰一座奢华的洞府中，一只青花瓷茶杯被摔碎在地上。林野、萧晨站在碎瓷片中间，俊秀的脸扭曲成了一团。他19岁，淬体8重巅峰，内门弟子排名第1，是萧万山的嫡孙。但现在他满脑子都是刚收到的2条消息。第一条，3个月前被爷爷废掉修为的林野，不仅没死，还在外门大比上秒杀了屠雷，硬接了爷爷一掌，被宗主破格提拔进内门。第二条，苏清雪下午独自去了枯岩峰。第一条让他愤怒，第二条让他发疯。苏清雪是圣地神女，她追了2年，连对方的衣角都没碰到过，而她居然主动去找你了。少爷，您消消气。旁边的侍从小心开口。萧晨没说话，他拉开洞府暗格，从里面取出一枚黑色令牌，令牌上刻着一个杀字，萧家暗养的死士，每一个都是具气境9重。今晚，萧晨把令牌攥在手心，指节泛白，声音平静的反常：我要他的人头。你不知道有人要你的人头，但你知道枯岩峰不安全。萧万山把你扔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步，就一定还有后手。大比结束后，宗主给了你500贡献点，内门弟子拿到贡献点，通常是去丹药阁或者兵器库。你去了藏经阁，你从第1层开始扫，一路上到第5层，功法、剑诀、身法、掌法全部跳过，最终你停在第5层角落一个积灰的木架前，架子上放着一卷残破的帛画，边缘焦黑，上面画着密密麻麻的阵纹，只有右下角还能辨认出3个褪色的小字：天雷阵。管理藏经阁的老者走过来瞄了一眼，摇了摇头，这东西放了30年了，缺了7成阵纹，整个苍兰宗没人看得懂，你拿它干什么？对了，500贡献点全花在这上面，全花。老者看你的眼神跟看傻子一样，但还是办了手续。你卷起那张残破的阵图，揣进怀里，大步走出了藏经阁，暮色压下来，你坐在石屋门口，借着最后一点天光展开阵图，残缺的阵纹在眼前铺开，复杂到让任何一个正常阵法师看3眼就会头疼欲裂。你盯着那些残纹，右手食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比划了一下，脑海中系统亮了，检测到宿主正在学习阵法，是否消耗阵法熟练度触发暴击。你的嘴角慢慢翘了起来，系统的提示悬在脑海正中央，像一行烧红的铁字：是否消耗阵法熟度触发暴击。你没有犹豫，触发，阵法熟练度+1，触发100倍暴击，熟练度 x100。你的脑子炸了，海量的阵法知识从虚无中涌来，密密麻麻的阵纹符号排列规律，凌厉走向在你的意识里疯狂铺展，速度快到你根本来不及逐条消化，但不需要消化，100倍暴击后的熟练度直接跳过了理解这个步骤，那些知识已经变成了你的本能。头痛持续了大概20息，然后像退潮一样消失了。你低头看向膝盖上铺开的残破帛画，30年来整个苍兰宗没人看得懂的天雷阵残卷，缺了7成阵纹，你现在全看懂了，不只是看懂，你还能看出原版阵图的设计缺陷，垃圾设计。你从储物袋里翻出一支最便宜的阵法笔，蘸了点灵墨，在残卷空白处落下第一笔，手没抖，阵纹一道接一道从笔尖涌出，精确地填补着残卷上的空缺，不是照搬原版，而是在补全的同时进行修改。半个时辰后，你放下笔，帛画上的阵图已经完整了，不，已经超越了完整。原版天雷阵只有7层，你补出来的版本有9层。接下来是刻阵，你走出石屋，蹲下身，用阵法笔在石屋门前的地面上画下第1道阵纹，笔尖触实的瞬间，一点微弱的电光从笔锋窜出，钻入岩石内部，无声无息地消失了。你绕着石屋转圈，手上的笔没停过，阵纹从石屋向外扩散，覆盖了院子、小路、山坡，最远延伸到了枯岩峰3面峭壁的边缘。最后一道阵纹收笔，9层天雷阵全部刻完，阵纹引入岩石，肉眼完全看不见。你拍了拍手上的石灰粉，回屋躺下睡了。子时3刻，月亮钻进了云层，3道黑影从山梁方向无声地掠来，速度极快，落地时脚尖指点石面，不发出任何声响。距气境9重，3个领头的那个身形最矮，在距离石屋20丈的地方停下，用手势向另外2人传达信息，3息之内解决。他指了指石屋方向，半扇门板敞开着，隐约能看到你躺在蒲团上，呼吸均匀，睡着了。3名死士交换了一个眼神，目标是个淬体境的，就算在大比上表现的反常，也不可能挡得住3个巨气9重的联手突袭。况且他们的匕首上淬了腐骨散，沾上极伤筋骨。领头死士举起右手向前压了一下，3人同时动了。第1名死士踏入内院石板的瞬间，他的脚底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，石板是冰的，带着电麻感的不自然的冰，他的瞳孔猛地缩了一下，然后空气亮了。石屋里，你睁开眼，你侧过头看了一眼门外，3道黑色的身影正好站在第3层阵基的触发范围内，姿势还保持着拔刀冲锋的前倾状态。欢迎光临！你打了个响指，枯岩峰地面上隐没的9层阵纹在同一瞬间全部激活。领头死士反应极快，一刀劈向脚下的石板，试图破阵脱身。晚了，枯岩峰上方无云的夜空中突然多出了3道蓝白色的光柱，不是闪电，闪电有分叉，这是天雷，笔直的，大腿粗的，从9天之上径直砸下来的天雷。3道雷柱精准地锁定了3名死士的位置。轰！3声炸响连成了一声，蓝白色的雷光将整座枯岩峰照得亮如白昼。远处7座灵峰上职业的弟子被炸醒了至少上百个。雷光消散，空气中弥漫着浓烈的焦糊味。3名死士站过的地方，只剩3具还保持着冲锋姿态的焦黑物体，全身的水分在一瞬间蒸干，皮肉碳化，骨骼皲裂，像3尊从窑里烧出来的废品陶俑。你从蒲团上爬起来，走到门口，你低头看了看地面上的阵纹，一次性消耗了大概3成的蓄雷量，还能再劈20多轮。错，你在3具焦炭面前蹲下，开始翻口袋。第1具，腰间挂着一个黑色令牌，沙子已经被雷劈的只剩半个，令牌背面刻着一个萧字，果然是萧家的人。
的人。第3句，领头的那个矮个子，你从他碳化的衣襟内侧摸出了一张硬质卡片，卡片居然完好无损，材质是某种耐高温的零金合金。黑岩城、百宝阁、天字号贵宾。你翻了翻卡片，对着月光看了看上面的拍卖会日期。今晚，你把卡片揣进怀里，站起来拍了拍手。枯岩风的风吹过3具焦炭，吹掉了一些碎渣。你皱了皱眉，碍眼。你回屋躺下之前，对着院子又打了个响指，一道雷从天上劈下来，补了一刀，3具焦炭彻底碎成飞灰，被夜风卷着飘散了。你躺到蒲团上，把那张贵宾卡压在储物袋下面，闭上眼，睡前最后一个念头：明天得把零食再暴击一轮。拍卖会嘛，总得带够钱。天亮了，你坐起来，看了一眼院子，干干净净，连灰都没有。昨晚那3具焦炭已经被你补的那道雷劈成了粉末。你从储物袋下面抽出那张零金合金卡片，百宝阁、天字号贵宾，去拍卖会得带钱。你把储物袋清了一遍，身上的硬通货只剩不到2000块零食，2000块在黑岩城的拍卖会上连举牌的资格都没有。但你有系统，你从储物袋里倒出所有零食，码在石床上，137块下品零食歪歪扭扭堆成一小堆，看着寒碜的很。暴击检测到宿主对零食使用暴击，触发100倍数量暴击，零食100，石床塌了，13700块下品零食从虚空中涌出，瞬间填满了整间食屋。不够，你从零食堆里扒拉出一块品相最好，单独放在手心，再来触发100倍品质暴击，下品零食极品零食1。手心里那块灰扑扑的石头在一瞬间变得通透，内部流转着浓郁到几乎液化的灵力，散发出刺目的白光。极品零食1块等于1000块下品零食，你把这块极品零食扔回零食堆里，全部暴击，触发100倍数量暴击，极品零食100。食屋的墙被撑裂了，10000块极品零食从四面八方涌出，白光刺得你眯了一下眼。还不够，你又暴击了3轮。半个时辰后，你站在食屋废墟上，食屋已经被零食撑塌了，你脚下踩的不是地面，是极品零食铺成的地板。粗略一算，储物袋里塞了大约50万块极品零食，等值5亿下品零食。苍兰宗1年的税收大概是3000万下品零食，你现在的身价够苍兰宗花16年，差不多了。你把零食全收进储物袋，拍了拍身上的石灰，枯岩风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光秃秃，灰扑扑，穷得叮当响。与此同时，内门东侧，青玉峰，萧晨一夜没睡，他坐在洞府里等人头，等了一整夜。天亮了，人头没来，派去的侍从回来了，侍从跪在地上，声音发抖：少爷，枯岩峰上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尸体，没有狼藉，只有一些黑灰，黑灰散在院子周围的黑灰，闻着有股焦糊味。萧晨没说话，他很聪明，3个聚气9重的死士去解决一个淬体4重，回不来，现场只剩一把灰，答案只有一个，死士被解决了，而且解决得很彻底。洞府里安静了很长时间，然后一声巨响，萧晨把手边的茶案掀翻，砸在墙上碎成渣。3个聚气9重，3个。萧晨胸口剧烈起伏了10几息，慢慢压下了怒气。他拉开暗格，取出一枚通讯玉简，灌入灵力。萧叔，我需要一个灵海镜。暮色沉下来的时候，你出了苍兰宗北门，你换了一身黑袍，扣了一张铁面具，整套行头加起来不到10块零食，但够用了。黑岩城在苍兰宗以西80里，是方圆千里最大的散修聚集地，百宝阁就在地底下。你到黑岩城的时候，天已经全黑了。你沿着记忆中的路线，穿过3条暗巷，在一扇铁门前停下。你亮出天字号贵宾卡，左边那个守卫接过卡片看了一眼，态度立刻变了，腰弯下去30度，贵客气。天字号包厢在3楼，专人引路。你迈步，就在你踏进铁门的瞬间，身后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本少是萧家嫡孙萧晨，青玉峰的萧万山长老是我祖父，开贵宾通道。你没回头，你用余光扫了一眼铁门外的台阶上，萧晨穿着一身银纹锦袍，正对着守卫摆谱。他身后2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白衣女人，苏清雪，面无表情，显然不是因为想来才来，更像是被缠得没办法。守卫面露难色：萧公子，贵宾通道需要贵宾卡，这是规矩，规矩。萧晨折扇一合，脸上的笑容收了。我萧家每年在百宝阁消费30万零食，你跟我谈规矩？守卫脖子缩了缩，但还是没让。百宝阁的规矩比萧家的排场硬。这时候，引路的侍者走到你身边，恭恭敬敬的弯腰：天字号贵客，请随我上3楼，包厢已经备好灵茶和果品。萧晨听到了天字号3个字，猛地转头，他看到了一个黑袍面具人，正大摇大摆的跟着侍者走进他被拦在外面的那条贵宾通道，步伐不紧不慢，背影甚至带着一股说不出的散漫。萧晨的折扇在手心捏出了响，苏清雪的目光也落在了那道黑袍背影上，停了一瞬。天字号包厢在拍卖场最高层，视野覆盖全场。你坐下来，往嘴里扔了一颗灵果，嚼了2口，太甜了。你吐掉果核，往下看，萧晨最终还是进来了，走的普通通道，坐在2楼的以字号席位，身边跟着苏清雪，但2人之间隔了3个座位的距离。拍卖师登台，一个干瘦的老头，笑容比灵狐还精密。诸位贵客，10年一遇的百宝盛典今夜开场，台上的拍品一件接一件地上，地接灵药，中品功法，300年的灵兽内丹，每一件都引发一阵哄抢。你一件都没举牌，你在等。第31件拍品撤下之后，拍卖师突然停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刻意营造的凝重。接下来这件是今夜的压轴，2个壮汉从后台推出一辆铁推车，推车上盖着一块赤红色的绸布。拍卖师走过去，伸手抓住绸布，诸位，红布掀开，推车上放着一尊青铜炉，不到2尺高，3足双耳，通体布满蛛网般的裂纹，红袖斑驳，看起来就像从哪座古墓里刨出来的破烂。但它被掀开的瞬间，整个拍卖场的温度升高了3度。拍卖师的声音在颤：压轴拍品，残破天级灵器焚天炉。你坐在3楼包厢里，手里的灵果停在嘴边，你盯着那尊破炉子，脑海中系统发出了一声你从未听过的刺耳尖笑。焚天炉这3个字落地的瞬间，拍卖场里1000多号人同时吸了一口气。天级灵器，整个苍兰宗立宗800年，镇宗之宝也不过是一件天级下品的法钟，哪怕是残破的，大家看到了。拍卖师努力控制着发颤的声线。焚天炉出自上古遗迹，虽受损严重，仅存3成威能，但天气就是天气，3成威能也足以一击重创灵海境中期修士。2楼以字号席位，萧晨的折扇停在半空，眼珠子直了。3成威能重创灵海境中期，这东西要是被他拿到手，足够让他在整个年轻一代横着走。他迅速在心里算了一笔账，他出门带了8万零食，加上萧家的信用额度，能调动
动的上限是15万，够了。3楼，你没在算账，你盯着焚天炉，脑子里系统的尖笑声刚停，取而代之的是一行灼烫的金字：检测到高阶灵气，天级焚天炉残破，该灵气蕴含天气本源，若宿主吸收本源，可解锁暴击上限1000倍暴击权限，1000倍，之前是100倍。丹药、灵石、阵法熟练度已经够你从药奴杀进内门了，1000倍是什么概念？你没去想概念，你只知道一件事，这炉子你必须拿到。拍卖师清了清嗓子，焚天炉起拍价5万下品灵石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5000。话音刚落，底下就炸了，6万、7万5、8万，价格在10息之内飙到了9万，然后停住了。9万下品灵石已经把绝大多数人筛出了局。安静了2息，萧晨站起来了，他整了整衣襟，折扇啪的展开，声音洪亮：10万，不是10万，是他说这2个字时的姿态，下巴微扬，目光从上往下扫全场，仿佛在等人叫好。拍卖场确实安静了。10万灵石的出价不算炸裂，但萧这个姓氏的分量压下来，效果比加价更狠。跟萧家抢东西，就算拍到了也带不出黑岩城。萧晨很满意这种安静，他侧过身，冲3个座位之外的苏清雪微微一笑。苏清雪没看他，他在看3楼的天字号包厢。拍卖师举起锤，10万灵石一次，10万灵石两，100万。声音从3楼落下来，不大，带着一层变声震纹的金属质感，但每个字都砸在地板上似的。全场死了，不是安静，是死了。1000多号人同时停了呼吸。100万下品灵石，他直接加了10倍。拍卖师的锤子悬在半空，嘴巴张着，没合上。萧晨的折扇掉了，他没去捡，扭着脖子仰头盯着3楼的包厢，脸上的表情从震惊变成怀疑，从怀疑变成铁青。天字号包厢的贵客出价100万，拍卖师终于缓过来了，声音都在打飘。100万下品灵石一次，110万。萧晨吼出来的，嗓子都劈了。110万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，但他现在根本不在乎钱。苏清雪在旁边看着，他不能输。他转向3楼包厢，硬挤出一丝笑，阁下好魄力，但萧家诚意十足，还望给个面。200万，你打断了他，语气平淡的像在报今天的天气。没钱就回去喝奶，在这丢人现眼。拍卖场炸了，底下响起了压不住的嗡嗡声，有人倒吸凉气，有人闷笑。快看快看，萧家那个少爷的脸。萧晨的脸是白的，不是气白的，是血色褪干净了那种白。苏青青终于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没有嘲讽，但也没有同情，这一眼比200万灵石更要命。萧晨的喉结上下滚了2下，红着眼睛站起来，声带都在颤。250万，全场没人说话了，这价格已经离谱到了荒诞的地步。拍卖师小心翼翼地举起锤子，250万一次。他的目光飘向3楼，所有人的目光都飘向3楼。包厢里安静了1息、2息，然后一个东西从3楼窗口飞了出来，储物袋。储物袋划出一道弧线，啪的砸在拍卖台正中央。撞击的瞬间，袋口绷不住了，一条缝裂开，白光喷了出来，极品灵石从裂缝中涌出，哗啦啦滚了满台，有的弹到地上，每一颗都通体透亮，灵力浓郁到发光。拍卖师向后退了一步，被灵石的光照得睁不开眼。你的声音从3楼飘下来，还是那个不咸不淡的调子。500万，你停了一下，这破炉子我拿回去当夜壶。整座拍卖场鸦雀无声，然后2楼椅字号席位传来一声沉闷的响，萧晨坐了回去，不是坐，是腿软了，跌回了椅子里。拍卖师拿锤子的手抖得快握不住，用尽全身力气喊了出来：500万灵石，一次、2次、3次。锤子落下，成交，天字号贵客，恭喜。锤声的余音还没散，苏清雪已经站起来了，她没看萧晨，也没看台上，径直向出口走去。经过萧晨身边的时候，她停了半步，心性不稳，道途不远，6个字，比250万灵石更贵。萧晨坐在椅子里，听着苏青青的脚步声远去，嘴角渗出一丝嫣红，不是受伤，是到心裂了。3楼包厢里，你吐掉嘴里的灵果核，站起身，该去后台提货了。但你刚走到包厢门口，系统又亮了一行字：警告，检测到宿主周围300丈内有多名修士锁定宿主气息，其中1人修为等级林海静。你脚步没停，林海静来得还挺快。拍卖师的锤子落下去的时候，手腕抖了3下。500万，这个数字会在黑岩城地下传上至少10年。恭喜天字号贵客，焚天炉归您了。拍卖师的声音拔到了最高，没人鼓掌，底下1000多号人坐在位子上，眼睛都往同一个方向看。3楼包厢窗帘已经拉上了，2楼椅字号席位上，萧晨像一截被抽掉水分的枯木，他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，折扇掉在脚边，没人帮他捡。苏清雪已经不在了，他走的时候说了6个字，萧晨一个字都没听进去，但每个字都刻在了脑壳里。心性不稳，道途不远。一股气息从嗓子眼冲上来，他死死咬住牙关，吞了回去，没吞住，嫣红从嘴角渗出来，顺着下巴滴在银纹锦袍上。他用袖子擦了擦嘴角，站起来，腿有点软，但他撑住了，眼睛死死盯着3楼那扇拉上的窗帘。去查，他的声音沙哑，天字号贵宾卡，百宝阁一共发了12张，查这张是谁的？是从领命跑了。萧晨走出百宝阁铁门，夜风灌进来，他抬头看了一眼巷子尽头，一个灰袍老者靠在墙根，闭着眼，像个等生意上门的算命先生。萧晨走过去，压低声音：萧叔，目标出来之后跟上他。灰袍老者睁开一只眼皮，浑浊的眼珠子转了一下，动手，先跟，等出了城。萧晨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憋到极致之后反而平静下来的阴毒。我要亲手扒了他的面具。后台交割区，焚天炉放在石台正中央，近看比台上更阔，3条腿有1条已经歪了，炉身的裂纹深到能塞进指甲，但你靠近它的瞬间，皮肤上的汗毛竖了起来，你本能的感知到了这东西内部蕴藏的恐怖火力。系统再次亮了，天级灵气焚天炉残破已到手，是否立即吸收天气本源，解锁1000倍暴击权限？你伸手摸了一下炉壁，温热的，像一副还在跳动的心脏。你收回手，把焚天炉塞进了储物袋。不急，吸收本源这种事动静不会小。拍卖行的管事亲自送你到门口，腰弯的快折了。你踏出铁门，黑岩城的夜市还没散，沿街的临时灯笼照出一条昏黄色的长龙。你走得不快，穿过2条主街，拐进一条窄巷，脚步声多了，不是一个人的，至少4个，分布在你身后30丈到50丈的扇形范围内，还有一道气息藏在更远的暗处，厚重的像一口倒扣的铁钟。林海静，你没加速，也没回头，你知道对方不会在城里动手。百宝阁的规矩明确写着，拍卖品交割完成后，百宝阁对买家安全负责至出城，所以他们会等你出城。
城，你穿过黑岩城西门，走上了回苍兰宗的官道，走了大约3里，你突然拐了个弯，踏进了路边一片黑压压的林子里，朝北面的山谷深处走去。黑风谷方圆10里没有人烟，两侧是100丈高的断崖，这是一条死路。身后的脚步声快了，你走进谷口，在一块半人高的黑石前停下，身后的风变了，一道灰色的灵力屏障从谷口两侧的断崖上蔓延开来，像一扇无形的门，把整条山谷封死了。所欲术，林海境修士才能施展的空间封锁手段。萧晨从谷口走了进来，他换了一身黑衣，脸上的血迹擦干净了，但嘴角还有淡淡的乌青。身后跟着4个黑衣人，灰袍老者最后出现，站在萧晨右手边2步远的地方。他一露面，谷底的温度就变了，林海境3重的气机铺散开来，两侧断崖上的碎石速速往下掉。好够了！萧晨盯着10丈外那个黑袍面具人的后背，嘴角慢慢弯起来。在拍卖场上，你让我丢了大脸，500万灵石买来当夜壶。说得好，今晚我就让你把夜壶吞下去。他顿了顿，往前走了一步，先把面具摘了，我想看看到底是哪头蒜。黑袍人没动，萧晨的耐心耗尽了，他看向灰袍老者，萧叔。灰袍老者抬起一只手，灵力凝成虚掌，隔空向面具人的脸抓去。就在虚掌即将触碰面具的瞬间，黑袍人自己抬起了手，他抓住面具边缘，慢慢往上提，面具被随手扔在地上，在石板上弹了2下，古风吹过，掀开了黑袍的兜帽，月光照在那张脸上，萧晨的瞳孔猛地放大，那张脸不陌生，非常不陌生。3个月前，这张脸在萧万山的废修大殿上被打得狼狈不堪；7天前，这张脸出现在外门大比的演武场上，一拳轰飞了屠雷。你看着萧晨，笑了一下，巧了，你把那张死士留下的天字号贵宾卡拿出来，在手指间转了个圈，朝萧晨扬了扬，你萧家的卡挺好使。萧晨的脸上所有表情在一瞬间冻住，你收起卡片，目光从萧晨转向灰袍老者，语气平淡到了极点。我也正想找你呢，萧师兄，你的右手伸进了储物袋，袋口深处有什么东西正在发烫。萧晨的笑声在黑风谷里撞了好几趟才停下来，笑到弯腰。林野，他直起腰，眼睛里的血丝还没退，但嘴角的弧度大得离谱。居然是你！我花5万灵石调来林海境的供奉，就为了解决你这个连淬体境都待了3年的没用人。他摇了摇头，像在心疼那5万灵石。天堂有路你不走啊！你没搭话，你站在那块半人高的黑石旁边，右手还插在储物袋里，表情淡得像在听邻居家的狗叫。灰袍老者扫了你一眼，收回目光。少爷，此人修为不过具气境，不值得老朽动手。把焚天炉交出来。萧晨拔出腰间的剑，剑身流转着淡青色的灵光，再把那500万灵石原封不动的还给我。也许我会让你少受点罪。你终于看了他一眼，那种眼神让萧晨的笑容僵了一瞬，不是恐惧，不是愤怒，甚至不是轻蔑，是怜悯，像在看一只自己走进灶台的鸡。你急什么？你的右手从储物袋里抽出来，手里多了一尊破铜炉。焚天炉被你随手拎着，像拎一只脏茶壶。你没理他，你把另一只手贴在了焚天炉的炉壁上，闭了一下眼，脑海中系统的提示准时亮了，检测到宿主接触天级灵气，焚天炉残破，是否吸收一丝天气本源，解锁1000倍暴击权限，吸收。炉子烫了，焚天炉表面的铜锈在一瞬间蒸发干净，炉身上剥落的纹路重新亮起暗红色的光，像岩浆在裂缝中流淌。一缕肉眼不可见的力量从炉壁渗入你的掌心，顺着经脉直冲丹田。丁，成功吸收天气本源，微亮。恭喜宿主解锁1000倍暴击权限，当前可用暴击倍率100倍1000倍。你睁开眼，整个过程不到3息。萧晨没给你更多时间，剑已经出了，淡青色的剑气在他手中暴涨，凝成一头2丈大小的剑气猛虎，朝你的胸口扑去。灰袍老者靠在断崖上，连眼皮都没抬。你看着那头扑面而来的剑气猛虎，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焚天炉，掂了掂，3斤多，不重。系统，你在心里说，焚天炉1000倍数量暴击，触发1000倍数量暴击，天级灵气，焚天炉残破1000。天变了，黑风谷上方的夜空在一瞬间被遮住，月亮没了，星星没了，连云都被挤走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密密麻麻的青铜色。1000尊焚天炉，每一尊都和你的手里那个一模一样，3足双耳，通体裂纹，残破不堪。但1000个残破天级灵气挤在一起的时候，视觉效果和天塌下来没什么区别。热浪从天而降，萧晨的剑气猛虎还在前冲，但虎头上的青光已经在高温中扭曲变形。萧晨仰着头，脑子一片空白。灰袍老者终于睁开了眼，他直起身子的速度极快，仰头看向天空，天空看不见了，只有铜，只有裂纹，只有暗红色的纹路在1000尊炉子表面同时亮起。天级灵气1000，你站在漫天青铜的阴影下，月光照不到你，但你的眼睛在炉子的暗红光芒中亮得清楚。你打了个响指，给我砸。第一尊焚天炉落下的时候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它从100丈的高度自由落体，砸在萧晨的剑气猛虎头上。猛虎散了，像一盆水泼在沙子上，青色的剑气四溅开来，还没飞出3尺就蒸发干净。然后是第2尊、第3尊、第10尊，焚天炉群像一场青铜色的冰雹，前10尊砸在谷底，接触地面的瞬间，炉身残存的天火本源被激活，接触到岩石就将其融化，谷底的黑石变成了岩浆。萧晨的剑被震飞了，他连退7步，踩进了一滩刚冒出来的岩浆里，靴底瞬间烧穿，惨叫声还没传出去，就被更大的轰鸣盖住。灰袍老者动了，护体灵罡，林海境3重的全部灵力在一息之内灌注到体表，形成一层3尺厚的灰色光幕。第11尊焚天炉砸在光幕上，光幕裂了一条缝，老者的脸变了，他从袖中甩出3件法宝，一面青铜盾，一串古珠，一件兽皮甲，都是地阶上品。第12尊到第20尊密集的砸了下来，青铜盾碎了，古珠炸了，兽皮甲撑了2息，裂成碎片。灰袍老者口中猛地溢出一口液体，不可能！他开始跑，想冲出谷口，但他忘了一件事，谷口的锁玉术是他自己布的。他一头撞在灰色的灵力屏障上，被弹了回来。然后天上的焚天炉追到了，不是1个2个，是100个，像铜墙铁壁从天上盖下来。老者付出巨大代价强行爆发，头发在3息之内从灰色变成惨白。林海境3重的全部底蕴在这一刻毫无保留的爆发，100尊焚天炉同时砸下，轰！整条黑风谷都在颤，两侧100丈高的断崖从中间拦腰断裂，谷底被砸出了一个直径30丈的深坑，坑底翻涌着赤红色的岩浆，尘土散开之后。
后，灰袍老者站过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了，连灰都没有，剩下的900尊焚天炉还悬在天上，等着下一个目标。你收回目光，看向坑边，萧晨跪在那里，准确的说是瘫在那里，裤子湿了。他仰着头看天上那900尊焚天炉，嘴巴张着，合不上，眼睛里已经没有恐惧了。恐惧是人类的情绪，而他现在的精神状态已经跌破了人类能处理的下限。你走过去，在他面前蹲下来，萧师兄，上次你爷爷废我修为的时候，你在旁边笑来着，你还记得吗？萧晨的嘴唇在哆嗦，牙齿磕得咯咯响。林野，我错了，我把所有灵石都给你，求你，你这个人有个毛病。你打断了他，语气还是很平，总觉得什么东西都可以用灵石解决。萧晨疯狂磕头，额头砸在滚烫的石面上，皮肉烫出了焦味。我爷爷是苍兰宗长老，你解决了我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，萧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你听完这句话，站了起来，你早该把这句话说在前面。你说在前面，我就知道留你活着是个麻烦。萧晨的瞳孔放到了最大，你打了个响指，头顶上一尊焚天炉笔直坠落，3尺高的青铜炉精准地盖在了萧晨脑袋上，声音很闷，像踩碎一个烧透的陶罐。你拍了拍手，收。天上剩下的899尊焚天炉齐齐缩小，化作铜色的光流，涌回储物袋。黑风谷安静了。你从残骸附近捡起萧晨那把地阶宝剑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面具重新戴上。你走出黑风谷的时候，天边有了一点灰白的光，快天亮了。苍兰宗主峰魂牌殿，殿中供奉着苍兰宗所有核心弟子和重要客卿的本命玉牌。天亮前最后一刻钟，殿堂深处，一块刻着萧晨2字的玉牌突然出现了一道裂纹，然后碎了。旁边另一块牌子也裂了，上面刻着萧奎，正是那个灰袍老者的名字。魂牌殿上方的古钟被触发了，凄厉的钟声在黎明前的苍兰宗群山中震荡开来，一连响了9下，9声钟响，代表有核心弟子陨落。青玉峰上，一座幽深洞府的大门猛然被从里面推开，萧万山赤着脚冲出来，白发散乱，眼中灵光暴涨。他感应到了，他唯一的嫡孙死了。老人站在青玉峰巅，被晨风吹得袍袖猎猎作响，他的目光越过苍兰宗的连绵山峰，投向北方那座光秃秃的枯岩峰。枯岩峰上一盏灯亮了，萧万山疯了。青玉峰上，林海境9重的灵压像决堤的洪水往外涌。谁？萧万山的声音在山峰间回荡。解决了我孙子。2个执事跑上来，跪在地上，抖得像筛子。长老息怒，魂牌殿那边已经确认了，萧晨少爷和萧奎供奉的玉牌同时碎裂，时间在4更天前后。我问你谁干的？执事的脸贴在地面上，一个字不敢多说。半个时辰后，他带着青玉峰的4个亲传弟子冲出了苍兰宗，直奔黑岩城。又过了2个时辰，他站在了黑风谷的废墟前，谷底是一个直径30丈的深坑，坑壁还留着岩浆冷却后的暗红纹路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烧焦的味道。萧万山蹲在坑边，用手指沾了一点坑壁上的残留物，放在鼻尖闻了闻，他的脸变了。天火本源的残余。他站起来，目光扫过整条山谷，所玉树的痕迹还在，是萧奎的手笔，没错。但把这条谷打成这样的力量，远在萧奎之上，远得离谱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传来一道低沉的雷声，一道金色的盾光在黑风谷上空停住，一个中年道人显出身形，苍兰宗宗主陈道渊。封王镜。萧万山瞳孔一缩，宗主陈道渊直接落到了坑边，手掌贴在坑壁上，封王镜的神识扩散开来，覆盖了整条山谷。午息后，他收回手掌，站了起来，至少上千件天级灵气同时落下。萧万山张了张嘴，没出声。老万山，陈道渊转过身，目光平静地看着他，你孙子的事，我很遗憾，但害他的人，你惹不起，我也惹不起。萧万山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从今日起，此事封存，苍兰宗上下不得追查，不得议论。陈道渊打断了他，语气没有商量的余地。能在这片大陆上随手拿出上千件天级灵气的存在，要么是上古大能苏醒，要么是隐世老怪途经此地，无论哪种，宗门都经不起折腾。他看了萧万山一眼，你孙子可能是走了运，碰到了不该碰的人，也可能是做了不该做的事，不管哪种，活人比死人重要。你还想让萧家继续出事吗？萧万山攥紧那半截玉佩，手背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来，但他没说话。陈道渊不再多言，化作金光离去。萧万山在坑边站了很久，最终他把碎掉的玉佩揣进怀里，转身走了。没人注意到他走的方向不是苍兰宗，而是黑岩城。3天后，苍兰宗震动，东荒大地震了，大地本身在颤，像有什么东西要从地壳深处钻出来。天元秘境，上古大能遗留的封闭空间，每300年开启一次，5020以下的修士方可进入。秘境入口出现在苍兰宗以北600里外的天元山脉。消息传出的当天，各方势力的年轻天骄齐聚，内门演武场集结点，苏清雪站在最前面，他是这次苍兰宗秘境队伍的带队大师姐。在他身后，32名内门精英弟子排成4列，你站在最后一排最角落的位置。你是凑数的，你的目光越过前面31颗脑袋，落在不远处各大势力的队伍上。太玄圣地的弟子穿金色法袍，走路都带风；万剑宗的弟子背着6把剑，目中无人；九幽谷的弟子面色苍白，活像集体贫血。你看着这群眼高于顶的天才，嘴角动了一下，在你眼里，这些人明晃晃的顶着4个大字：移动宝库。秘境入口在天元山巅裂开，一道直径100丈的光门横亘在云层之中，各方人马鱼贯而入，光门吞没了所有人，空间扭曲的力量将你们随机抛向秘境各处。你眼前一黑一亮，脚下是松软的腐殖土，抬头是遮天蔽日的巨木。你低头，随手扯了一株脚边的野草，系统亮了，检测到3阶灵药碧灵草，是否暴击？脚边的杂草就是3阶灵药，在外界一株能卖500灵石，这地方遍地是钱。你开始拔草，半个时辰后，你的储物袋里塞了300多株各类灵药，全部用100倍暴击翻了一遍，堆成了3万多株。你正蹲在一棵巨木根部薅一丛4阶灵芝，前方忽然传来金属碰撞声和怒吼，2个穿金袍的太玄圣地弟子正为一株5阶血灵芝打得不可开交。你嫌吵，你从储物袋中掏出2把地阶上品飞剑，朝那边扬手一扔，2道剑光呼啸而过，一左一右定在2人脚前1寸处。金袍弟子从地上爬起来，刚要发飙，看到那2把飞剑的品阶，脸色变了。能随手扔出2把地阶上品当飞镖的人，2人对视一眼，连那株血灵芝都没要，掉头就跑。你抖了抖手，拔出血灵芝塞进袋子里，你继续往森林深处走。走了大约半炷香，一股奇异的香气飘了过来，不是花香，不是药香，是一种让人脑子瞬间清明的气息。你的脚步停了，不是你自己停。
停的，是脑子里那个系统炸了。金色的大字烧穿了视网膜，警告：检测到极道神物，悟道茶树，距宿主方位西北方向400丈。该神物蕴含天地至高法则本源，可触发。万倍暴击解锁条件：万倍。你站在原始森林里，闻着那股茶香，慢慢笑了。茶香越来越浓，你压低身形，沿着巨木根系往西北方向摸过去，走了大约300丈，树木忽然断了，眼前是一道悬崖。悬崖正中央凭空悬着一块10丈方圆的浮岩，浮岩上长着一棵树，树不高，2尺出头，树干通透如琉璃，树冠仅有3根枝杈，每根枝杈的末端各悬着一片叶子，叶片只有拇指大小，通体流转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光泽。天地法则的具象化，你的呼吸慢了半拍，系统的提示还挂在脑海里，金字烫的发疼。万倍暴击解锁条件就在那3片叶子上，你没急着动，因为悬崖下面已经很热闹，断崖底部是一片碎石平台，此刻平台上站了不下50个人，分成了泾渭分明的几个阵营：金袍、太玄圣地、黑、九幽谷，还有万剑宗的。苍兰宗的人也到了。苏清雪站在东侧边缘，白袍上沾了几处草汁，他身后跟着7、8个内门弟子，几个人身上都带着伤，50多个人对着那棵小树，谁都没动。悟道茶，太玄圣地圣子的声音在断崖间回荡，压着一股难以掩饰的贪婪。上古典籍记载，一片悟道茶叶可令服用者立地顿悟，此物在外界有钱也买不到。他说完这句话，所有人的呼吸都重了。九幽谷的瘦高个舔了舔嘴唇，3片叶子，5家势力怎么分？先到先得。万剑宗那个姑娘的声音冷到结冰，那就打。话音没落，鼓笛响了，九幽谷的瘦高个率先出手，6道黑色的灵蛇从地面钻出来，3条缠住太玄圣地圣子的脚踝，3条扑向万剑宗女弟子的面门，碎石平台瞬间乱了。苏清雪也动了，她没加入混战，而是纵身跃向浮岩，但她刚飞到一半，太玄圣地圣子的金色剑气横扫过来，逼得她在空中变向。苏清雪被震退3步，落回碎石平台，口中溢出液体，3方牵制，谁都上不去，下面打得天翻地覆。你蹲在上面的崖边看了一会儿，你从储物袋里摸出一张符箓，极品隐身符，贴上之后，距气境巅峰以下的修士完全感知不到你的存在。你把符箓贴在胸口，身形消失了。你沿着崖壁往浮岩方向移动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彼此身上，没人看头顶。你已经到了浮岩正上方，你从储物袋里掏出一根100倍暴击出来的灵丝绳，一端绑在岩缝里，另一端系在腰上，然后翻身跳了下去。无声3息后，你双脚落在浮岩边缘，悟道茶树就在3步之外。你伸手，指尖捏住最近那片叶子的边缘，轻轻一拧，啪！茶叶脱离枝杈的瞬间，整棵悟道茶树剧烈颤动了一下，一股肉眼可见的金色波纹从树顶扩散开来。下面的混战停了，所有人同时抬头，浮岩上的悟道茶树从3片叶子变成了2片，少了一片。太玄圣地圣子的瞳孔巨缩，有人上去了，50多道目光扫向浮岩，什么都看不到。隐身符还在生效，但金色波纹暴露了方位。九幽谷的瘦高个反应最快，骨笛一吹，12条灵蛇朝浮岩射去。万剑宗的姑娘拔剑飞斩，3道剑气覆盖了浮岩2/3的面积。你在第1道剑气落下前半息跳离了浮岩，灵丝绳收回，身形借着崖壁的遮挡往上攀。10息后，你翻上崖顶，钻进了密林，身后传来愤怒的吼声，有人在骂，有人发誓要把偷叶子的人碎尸万段，还有人在喊肯定是苍兰宗的人干的。苏清雪冷着脸没说话，但眼神往上方的崖顶扫了一下，你没回头，你贴着地面跑了半炷香，确认身后没有任何追兵的气息后，才拐进了一座隐蔽的山洞。你摊开手掌，悟道茶叶安静地躺在掌心，拇指大小的叶片散发着柔和的光，外面一片能让蜂王境强者抢破头的东西，此刻就搁在你手里。你咽了口唾沫，然后你笑了。系统脑海中金字亮了，这片叶子给我来个1000倍数量暴击，叮，触发1000倍数量暴击，极道神物悟道茶叶1000。金光炸开的瞬间，你闭上了眼，整座山洞被金色填满了，光从指缝里，从眼皮缝里往里灌，像有人拿太阳对在你脸上。3息后，光散了，你睁开眼，洞里的空气变了，变稠了，呼吸的时候能感觉到有东西顺着气管往肺里钻。倒运1000片悟道茶叶堆在山洞里，散发出的天地法则本源浓郁到了凝结的程度。你低头看自己面前，茶叶堆成了小山，你随手拿起一片，放在鼻尖闻了闻，脑子清醒了30%，只是闻了一下。你把叶子放回去，想了想，一片一片吃，太慢了。你从储物袋里翻了半天，翻出一口铁锅，黑铁的，30斤重，锅沿上还沾着干掉的油渍，是你在枯岩峰上炖肉用的家伙。你又摸出几块火灵石，在洞里垒了个简易灶台，铁锅架上去，从储物袋里倒出半锅山泉水，然后你伸手往茶叶堆里一捞，一把下去，至少7、80片，扔进锅里，泉水变色了，变成了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透明。你又捞了一把，再一把，锅满了，半锅水煮了将近500片悟道茶叶，浓度大概相当于外面那帮人用命抢的一片茶叶的500倍。火灵石烧了半刻钟，茶汤变了质，已经不能叫茶汤了，应该叫液态法则。你把火灵石撤了，双手端起铁锅，然后仰头灌了。第1口下去，舌头没了，味觉直接被碾压了。第2口下去，丹田炸了。天地法则的本源像1万条河流同时涌入一个池塘，你没停，一口气把半锅茶汤全部灌了下去。铁锅当摔在地上，你的眼睛变了，瞳孔里出现了一样东西，不是灵光，是微缩的画面。天地初开，混沌中一道光劈下来，劈开了虚无，劈出了日月山河。那是一剑，开天辟地的一剑。你的意识被无限拉远，看到了大陆之外的星辰，看见了星辰之外一片无边的黑暗，黑暗中有一把剑，剑意大圆满级的剑意，蜂王境强者穷一生之力才有可能触碰的门槛。你靠着500片悟道茶叶煮的汤，半个时辰不到，直接踹门进了屋。你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浑身上下湿透了。你站起来，走到洞口，远处有一座光秃秃的山头，你伸出手，2指并拢，随手一划，没有声音，没有光，什么都没有。但300丈外那座山头上忽然出了一条线，线从山头正中间横切过去，切口平整到发亮，然后山头的上半截缓缓往左倾斜，滑了下去，轰的一声闷响。你收回手指，打了个饱嗝，嗝里带着一股倒晕，飘出去之后，洞口的藤蔓整齐地裂成了2半。你回头看了一眼洞里剩下的500多片悟道茶叶，全部收进了储物袋。走出山洞的时候，你伸了个懒腰，修为距气境9重巅峰，已领悟大圆满级剑意，万倍暴击解锁进度1/3，再获取2片悟道茶叶即可解锁。树上还
还有2片。你抬脚往悬崖方向走，走了不到100丈，脚下的地面在抖，整片大地在颤。天变了，秘境上方原本清澈的天幕，在3息之内变成了血红色。妖兽的咆哮此起彼伏，从4面8方涌来，像海啸前的浪声。秘境异变，头顶掠过几道凌乱的盾光。3个穿金袍的太玄圣地弟子从南边没命的飞过来，为首的那个爬起来，看到你愣了一下，随即疯狂地朝你挥手，跑啊，往外跑！他的声音劈了，喉咙里带着液体，兽潮爆发了。9阶妖兽苏醒了，苏清雪，苍兰宗那个女的，为了掩护我们断后，被困在核心区了，那地方已经被围死了，进去就是送死。你站在原地没动，你看着3个金袍弟子连滚带爬的往北跑，目光慢慢转向南方，血红色的天幕下，核心区的方向火光冲天。你低头看了看储物袋，袋子里有500多片悟道茶叶，900多尊焚天炉，以及堆成山的暴击灵符和灵气。你转身朝南走去，秘境核心区在南边，你朝那个方向走了大概1炷香，路上见了不少人，全在往外跑。万剑宗的弟子跑得最整齐，九幽谷的人跑得最难看，太玄圣地的人跑得最快，圣子跑在最前头，金袍完好无损。他从你左侧20丈外掠过，余光扫到了你，所有活物都在往北跑，只有这个穿黑袍的家伙在往南走。喂，圣子在半空减速，皱眉看了你一眼，往南是核心区。9阶妖兽刚苏醒，你是去送死？你没抬头。圣子多看了一眼你胸前的宗门标识，苍兰宗，你们那个白袍女弟子还困在里头。圣子语气淡了下来，他替我们挡了一波兽潮，但那是他自己的选择。你现在冲进去，只会多搭一条命。你停下脚步，从储物袋里翻出一沓符箓，黄纸红纹，每一张都蓄满了灵力，叠在一起有半尺厚。起爆符，100倍暴击出来的存货，一张的威力相当于林海境修士全力一击。你手里这一沓，少说300张。圣子看见那沓符箓的厚度，表情变了一瞬，但也只是一瞬。随你，他收回目光，金光一闪，人已经飞出100丈之外，走了，干脆利落。你继续迈步，又走了半炷香，树没了，眼前是一片开阔的谷地，地面上全是妖兽，黑压压的一片，从谷口一直扑到目力所及的尽头。最远处的山脊线上趴着一个黑色的轮廓，2颗脑袋，9阶双头魔狼。你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，谷地正中央，一团白色。苏清雪跪在妖兽尸体堆成的小丘上，长剑插在地面，双手撑着剑柄，白袍上满是污痕，灵力已经枯竭了。他的右腿在发抖，左肩被撕开一道口子，筋骨隐约可见。更致命的是脸浮着一层肉眼可见的灰黑之气，是毒。第3波兽潮涌上来了，上百头5阶以上的妖兽同时冲锋。苏清雪不顾代价的催动力量，剑身亮了一瞬，展出一道半月形的剑气，劈翻了最前面的10几头，然后灭了。毒素趁虚而入，苏清雪的视线开始模糊，膝盖一软，半个身子靠在了剑柄上。远处的山脊上，9阶双头魔狼站了起来，2颗脑袋同时看向苏清雪，迈开了步子。他走到苏清雪30丈外，左边那颗脑袋张开了嘴，10丈、5丈、3丈，天上掉下来一个东西，青铜色，3足双耳，通体裂纹，1000多斤的焚天炉从50丈的高空垂直砸下来，精准的盖在了魔狼左边那颗脑袋上。声音不是砰，是噗，像踩烂了一个熟透的西瓜。魔狼的左脑袋从脖子根部断裂，残骸飞溅出去，剩下的右脑袋发出一声震碎空气的嘶吼。苏清雪模糊的视线努力聚焦，看向焚天炉砸下来的方向。谷口，一个黑袍的人影站在那里，他手里捧着一沓黄纸符箓，厚度跟一本书差不多。然后他抬手，像发传单一样，把符箓往天上一扬，300张100倍暴击起爆符在半空中散开，像一场黄色的雪，然后炸了。300张起爆符同时引爆，在谷地中央炸出了一个直径200丈的真空区，不是把妖兽炸飞了，是炸没了。地面被炸出了3尺深的坑，坑里还冒着火。从谷口到苏清雪所在的位置，一条20丈宽的通道被硬生生轰了出来。你踩着通道走进来，走到苏清雪面前，低头看了她一眼。苏清雪半跪在地上，白袍是红的，脸是黑的，头发散了大半，但眼睛还亮着。她看着你，嘴巴张了一下。苏师姐，你蹲下来，语气跟在食堂碰到熟人差不多。你脸色不太好。苏清雪差点被这句废话气笑。周围的兽潮在短暂的混乱后重新聚拢。9阶魔狼还活着，少了一颗脑袋的他比之前更疯，残存的右脑袋仰天长嚎，身上爆发出黑色的妖气。他在下令万兽同冲。你站起来，回头扫了一眼黑压压的兽潮。我苍兰宗的人，你的声音不大，但每个字都清楚，也是你们能碰的。妖兽听不懂人话，无所谓，听不懂就用他们能懂的方式讲。你左手伸进储物袋，摸出一把地阶中品的飞剑，激活自爆静止，扔了出去。飞剑在兽群中炸开，30丈范围内的妖兽倒了一片。你又摸出一把，激活，扔，再一把，扔。左手扔飞剑，右手继续撒起爆符。你的动作很机械，脸上没什么表情，看上去跟工地上搬砖撒灰的工人差不多，但效果不像搬砖，像炮击。兽潮被炸出了一个逐渐扩大的真空圈，以苏清雪为圆心，50丈半径之内有呼吸的东西只剩下2个人。苏清雪看着你的背影，她的脑子已经不太够用了。这个人扔出来的每一把飞剑都是地阶品质。第2，他像扔垃圾一样扔。第3，他扔了至少40把了，储物袋还在往外掏。40把地阶飞剑，光材料费就超过200万灵石，他当烟花放了。苏清雪觉得自己可能已经死了，这是死前的幻觉。9阶魔狼再次冲了过来，独头的狼比双头石更快，头顶落下10尊焚天炉，同时砸。魔狼的妖气铠甲在第1尊炉子落下时裂了，第3尊把他的脊背砸塌了，第5尊把他按进了地面，剩下5尊把他埋了。10个坑叠成一个大坑，安静了，整个谷地忽然安静了。低阶妖兽开始后退，9阶妖王被解决了，群龙无首，妖兽们四散而去，像退潮。你拍了拍手上的灰，回过头，苏清雪已经撑不住了，她倒在地上，脸上的灰黑之气蔓延到了眼角，呼吸都变得断断续续。你走过去，蹲在她身边，读。苏清雪的声音碎得几乎拼不成句
句子，上古绝毒，没救了，你快走，让我走。你歪了一下头，你伸手在他额头上探了一下，冰凉，毒素已经攻入心脉了。按常规手段，蜂王境的强者在这里也没用，但常规这个词跟你没什么关系。你从储物袋里翻出了那口铁锅，黑铁的，30斤重，锅沿上还沾着上次煮茶的茶渍。然后你又掏出一个布袋，打开，一股浓郁到能把人脑子洗干净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悟道茶叶500多片，苏清雪的意识已经模糊了，但那股气息还是让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。那时你抓起一把茶叶，少说20片，直接往苏清雪嘴边塞，别说话，嚼。20片悟道茶叶入口的瞬间，她的身体剧烈颤抖了一下，一层金色的光亮起，沿着经脉向四肢扩散，脸上的灰黑之气肉眼可见的开始消退。你把铁锅放在地上，另一只手已经在雷火凝视了，水烧上了，茶叶又抓了一把扔进去。苏清雪的意识在药效的冲击下恢复了几分，她偏过头，看到你蹲在旁边煮茶的画面，烽火连天的战场废墟上，一口炖肉的黑铁锅煮着让蜂王境强者都要红眼的悟道茶叶，煮茶的人表情平淡，像在枯岩峰上热一碗圣粥。苏清雪忽然想问一句话，但还没问出口，头顶的血红天幕猛地裂开了一道缝，缝隙之中一只眼睛露了出来，树瞳金色，比九阶魔狼的体型大100倍。秘境深处有什么东西醒了？茶叶塞进嘴里的时候，苏清雪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自己在嚼草，嚼了2口，舌根传来一股清冽到刺骨的味道，她的瞳孔猛地放大，灰黑色的毒气从心脉被一巴掌扇了回去，经脉里枯竭的灵力像干涸的河床忽然涨了水。苏清雪一把抓住你的手腕，指甲掐进肉里，这是悟道茶。她的声音劈了，不是因为毒伤，是因为难以置信，嚼碎再咽。你把她的手掰开，别浪费。苏清雪机械的咀嚼，20片悟道茶叶在口腔里化成金色的液体，顺着喉咙淌下去，毒素在退。苏清雪的脸色从死灰转为苍白，又从苍白回到正常肤色，但她的注意力已经不在自己身上。她看到了那口铁锅，半锅茶汤，悟道茶叶在沸水中翻滚，每一片都散发着让天地法则共鸣的澄澈光泽。粗略一数，锅里至少200片。她在偏头看到了你脚边的布袋，袋口敞了，里面堆着的悟道茶叶比锅里的还多。苏清雪的嘴张了一下，没合上。上古典籍记载，苍玄大陆上千年来的总出现次数不超过5次，每次只有1到3片叶子。眼前这个人用炖肉的锅煮了几百片，喝点。你用一块破布垫着手端起铁锅，递到他面前，解毒快。苏清雪接过铁锅的时候手在发抖，他端着的这口锅里的东西够整个苍兰宗从2流宗门变成苍玄大陆第一势力。他喝了一口，脑子炸了，天地法则的本源像1万本书同时往他脑子里灌，丹田里的灵力开始暴涨。灵海境5重的瓶颈在悟道茶汤的冲刷下像纸糊的一样碎，6重7重直接撞到了灵海境巅峰的门槛，然后一脚踹开。与此同时，一道锐利的感悟从他的意识深处浮起来，建议半步建议。苏清雪闭着眼，眼角滑下2道泪痕，不是感动哭的，是法则冲击太猛，泪腺失控了。你蹲在旁边看着他突破，顺手从储物袋里摸出20颗极品气血丹。苏清雪睁开眼的时候，嘴边又多了一把丹药，补气血的，吃了20颗。这种品阶的气血丹，苍兰宗丹堂1年也就产3颗，当糖豆塞给他。苏清雪把丹药一颗一颗吞下去，气血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充盈，左肩上伤口开始愈合。他站起来，灵力充沛到要溢出来。灵海境巅峰，半步建议。半个时辰前他还是个中毒等死的废人。他回头看你正弯腰捡地上的铁锅，刚才那一锅茶汤被你灌了个底朝天，递给苏清雪，自己一口没喝。锅沿上残留的几滴茶汤掉在泥土里，脚下那片焦黑的土地竟然冒出了一丛嫩绿的野草。苏清雪弯腰去捡掉在地上的一片茶叶，还没碰到，你的声音先到了，脏了，别捡，袋子里还有。苏清雪的手悬在半空，她直起腰，深深的看了你一眼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不是质问，是真的想知道。你把铁锅塞回储物袋，拍了拍手，饿不饿？我这儿还有。话没说完，脚下的地面裂了，大地本身在撕裂，天幕上那只金色树瞳完全显露了出来，谷地南端的山脉整座垮塌，露出山体内部一个深不见底的黑色空洞，空洞里有东西在往外爬。先是一只爪子，漆黑布满鳞甲，五指撑开，比苍兰宗的山门还宽，然后是头颅，鹿角蛇颈，头顶生着一对倒卷的黑色弯角，妖灵，远古妖灵，半部蜂王境的气息毫无保留的倾泻而出。他站直之后，头顶戳进了天幕，血红色的天幕被他的弯角挑破。他低下头，张嘴是吸，一股超越9阶妖兽100倍的恐怖吸力从他的深渊巨口中爆发出来。苏清雪的长剑插进地面，整个人挂在剑柄上。灵海境巅峰的修为在半部蜂王的面前就是蝼蚁。他闭上了眼睛，你站在原地没动，风暴从你身边掠过，黑袍猎猎作响，但脚下的靴子定在地面上，纹丝不动。你感觉到了，体内有什么东西在响应这头妖灵的气息，不是恐惧，是共鸣。秘境的本源，天元秘境300年积蓄的天地法则本源，正在被这头妖灵吞噬，而你体内500片悟道茶叶凝聚的道运，在这股本源的牵引下，开始疯狂运转。脑海中金字亮了，不是提示音，是雷鸣。检测到天元秘境本源共振，宿主体内道运与秘境法则产生链式反应。万倍暴击解锁进度3/3，丁，万倍暴击已解锁。你迎着风暴往前迈了一步，你闭上了眼，系统面板浮在脑海正中，万倍暴击已解锁，请选择暴击目标。以前每次都是物品，灵符、丹药、焚天炉、悟道茶叶，这一次不同，你在意识中选定了一个目标，不是储物袋里的任何东西，是你自己。准确的说，是你脑海中那道刚刚领悟不到2个时辰的大圆满建议。系统万倍质量暴击目标建议，脑海中的金字变了，不是亮了，是炸了。丁，触发1万倍质量暴击目标大圆满级建议。暴击结果后面的字你没看到，因为你的意识被一把剑劈开，不是疼，是大，大到你的精神海装不下。建议从大圆满直接碾过了某个不知名的极限，撞破了一层又一层的壁障。你看到了剑的本源，不是招式，不是气势，是天地间第一把剑落下时的那个影。开天，开的不是某一片天，是所有的天。你睁开眼，瞳孔里没有了胶卷，你弯腰从脚边的碎石堆里捡起一把剑，不是储物袋里的地阶灵气，是刚才某个逃跑的弟子丢在地上的反铁货色。剑身生了锈，握柄的缠绳散了一半，你握住了。苏清雪趴在地上，透过头发的缝隙看到了你握剑的动作。那一刻，他的心跳停了一拍，不是因为恐惧，是因为你握住那把烂铁
剑的瞬间，天地静了，激励没了，风停了，妖灵正在合拢的深渊巨口僵在了半空，它的2颗金色树瞳中同时映出了同一样东西。你手中的反铁剑上有一层看不见的东西在流淌，不是灵力，不是剑气，是意。万倍暴击后的剑意已经超越了意的范畴。如果非要找一个词来形容它，天道。妖灵的身体开始打战，万丈高的躯体从尾巴间一直颤到2只弯角，它想跑。半步蜂王境的远古妖灵，在一个具气境9重的人类面前想跑，它开始往地顶钻，疯狂地不顾一切地往那个黑色空洞里钻，爪子刨在地面上，刨出了100丈深的沟壑。你抬起剑，反铁剑指向天穹，你的嘴唇动了一下，声音不大，但谷地中每一粒沙石都听到。晚了，剑落，没有挥砍的动作，只是手腕转了半寸，剑尖划出一道弧线，弧线从剑尖延伸出去的瞬间亮了，整座天元秘境亮了。一道剑光从反铁剑的尖端射出，剑光的宽度从1线到1丈用了1息，从1丈到100丈用了半息，从100丈到万丈没有用时间，因为在所有人的感知中，那道剑光是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。万丈剑光璀璨到日月都褪了色，秘境上方残存的天幕被照成纯白，血红色消失了，只剩下一片干净到发疯的白。妖灵半个身子已经钻进了地底，剑光落在他身上，没有声音。万丈身躯从正中间裂开了一条线，线从头顶的弯角一直延伸到尾椎，切口和你之前劈开那座山头时一样平整，但这次劈开的不是山头。妖灵的2半身体同时往2侧倒去，倒下的过程中，体内的妖力、生命力、灵魂全部被那道剑光搅成了虚无，不是碎裂，不是消散，是从存在变成了不存在。2半尸体砸在地面上，动静比刚才整场兽潮加起来都大，但没有人注意脚下的震动，因为所有人都在抬头。剑光没有停，劈开妖灵之后，万丈剑光继续上行，它撞上了秘境的天穹，天穹碎了，不是裂缝，是整面天幕像镜子一样碎成了亿万片，碎片往外翻卷，露出天幕外面的虚空，虚空中有光，外界的阳光，剑光穿透了虚空的壁障，从秘境内部一路斩到了外界的天空。秘境之外，东荒天元秘境的入口设在东荒的一座荒山上，此刻荒山周围聚集了数百人，苍蓝宗宗主站在最左边，脸色阴沉。太玄圣地的圣主坐在一把金色椅子上，眼皮半耷拉着。万剑宗的宗主背着手站在最高处，面无表情。所有人都在等，然后天裂了，所有人同时抬头，东荒的天空从正中间被一道白色的光劈开了，那道光从虚空深处穿透而出，宽度横跨数十里，亮度让荒山上所有人的眼睛同时失明了一瞬。苍蓝宗宗主的手在发抖，不是因为害怕，是因为那道剑光中蕴含的剑意，让他这个临海境巅峰的宗主下意识地握紧了腰间的长剑，是臣服，身体层面的无法抗拒的臣服。太玄圣地的圣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金色椅子翻倒在地，他没注意到他的瞳孔剧烈收缩着，嘴唇翕动了几下，最终只挤出2个字：什么人。万剑宗宗主直接跪了，不是被迫的，是修了一辈子剑的人本能的反应，见到了剑道的终极，膝盖比脑子先做出了回应。秘境的入口开始崩塌，整座荒山都在晃动，碎石飞溅，尘土冲天，秘境的边界在那道剑光的切割下彻底瓦解，裂缝越来越大，然后2个人从裂缝中飞出来，前面的那个穿黑袍，怀里抱着一个白袍，你单手抱着苏清雪，踩着一块浮岩碎片从秘境的残骸中飘出来，像做了个电梯。苏清雪的手臂环在你脖子上，人是清醒的，但脑子还没转过弯来。苍蓝宗宗主刚冲出2步，天上传来一声闷响，比剑光更亮的金色从极高处降下，一道法旨，通体金色，长宽各3丈，上面的文字是用某种失传的古文镌刻的。法旨散发出的气息，让在场所有人的灵力同时被压制了3场。法旨之后，一个人踏空而来，白发白眉，穿着一身看不出材质的龟袍，脚下没有飞剑，没有灵气，就踩着空气。蜂王镜，他的目光越过了在场所有宗主和长老，直接锁在了你身上。声音从天穹滚落，如雷贯耳，劈开秘境者，刺入中州圣地。顿了一顿，灰袍老者的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审视，但须先接老夫一掌，试探底蕴。你落在地面上，把苏清雪放下来。你抬头看着那个踩着天空的老头，表情没什么变化，右手伸进储物袋，摸到了刚才万倍暴击的另一个产物，1万颗丹药，每一颗的灵力浓度已经不能用丹药来形容了。你的手指在袋子里拨了几颗，想了想，笑了。